我真的想不到有一天南瓜这个颜值能搞上擦边啊，就是。啊，姐妹们，你们叫他好帅，你们吃点好的吧。求求了，求求了。南瓜刚才自己说到自己可能为了减肥，就是少吃了很多饭吧。今年，我希望你少吃那些饭，我吃。我要吃饭，我要上桌的。开始我今天正式的演出啊！大家好，我叫朱大强。好热情，好热情，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容易生气、比较容易愤怒的人啊。我们女生生气气多了的话，就会长很多的那种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各种嘛。我每次就是一生闷气，就开始长那种乳腺结节。我把这个气发出来呢，开始长甲状腺结节。哎，我就感觉我好像一气呵成2种结节。哇，有点太多了。我就感觉我每天这些结节，就是你们胸腔这里长不下的，开始长到嗓子眼这里去。这什么？节节高升。然后嗓子眼这里长不下的结节呢，又掉到下面去，节节败退。然后在我体检的时候，医生跟我讲啊，说是90%的女人都会长结节的。哇，我就感觉如果这么高的比率都拥有结节的话，它就不应该再是一种疾病了，它应该成为一种新型的器官，对吧？而且我觉得如果都是女生来长的话，我们以后这个新器官给它叫一种新名字，我们以后叫它妇女节。我觉得我爱生气吧，这个东西完全也怨不得我，是因为我感觉每天我生活中那种看不顺眼的人有点太多了。哇，有些人真的在公众场合边界感有点太差了。我有次在那种餐厅里面吃饭啊，我隔壁桌有个哥们在那里猛猛抽烟，哇，抽烟抽到我感觉他要在我旁边那种原地升仙了，我就开始过去大声呵斥他，我说公众场合不可以抽烟的呀。他自己还气上了，他开始那种恶狠狠地瞪着我，然后一边瞪我吧，一边有点想放点狠话，我感觉他有点咽不下那口气，也有点咽不下那口烟。然后他开始拿着那个烟，恶狠狠地开始把那个烟攥灭在自己碗里的饭上。我有点看不懂，我说这是在用不吃碳水表达自己的愤怒吗？看不明白。我说有点太会愤怒了吧，感觉就是一种超弱的超雄，泰迪熊，还挺可爱的。哎，我觉得如果他真的想就是当狠人的话，他应该一边抽一边灭烟，一边把那个烟灭在自己的头上，对吧？一边抽烟一边烫头的，看起来就那种超绝狠人。哎，我真的很看不惯那种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啊！我唯一能接受人在公众场合冒烟的情况呢，就是他火化。然后有时候觉得吧，抽烟就是一种慢速火化，主要是对抽烟人的身体不好，二手烟也不好。他火化，我陪葬。不喜欢，我就把所有在公众场合乱抽烟的人呢，我在背后亲切地把他们称呼为烟人。哎呀，我好恨烟人啊，真的。特别那个烟人有时候走路走在我的前面，你就感觉他一路走一路排放尾气。我说这种人为什么不去走那个机动车道呢？对吧？你要走路走在我前面的话，你最好是寿命上也走在我前面。哇，这种路上走的也能接受。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密闭空间内抽烟的那种啊！我有一次打上一个出租车啊，哇，那个司机在里面猛猛抽烟，我在后面很生气，我说烦死了，我说你一直抽什么烟呀？他说我抽软中华呀。谁问你了？我问了，就是哇，然后很烦，我就开始用各种借口跟他沟通嘛。后来发现各种借口都不管用，直到后面跟他讲，我说我怀孕了，闻不了烟味，然后他才把那个烟吸掉。哎，我就感觉好像我怀了个人的时候，我才能被当个人尊重，我就感觉很悲凉。但是我后面就发现吧，我这个人，我感觉我也是那种母凭子贵了。我现在是一个熹贵妃，每天到处吸一些二手烟。母凭子贵。而且现在吧，我有时候会发现，就是怀孕对于劝阻抽烟来说，这个借口还蛮好用的。所以我现在就是那种随时随地乱怀孕。哎呀，我一出门就怀孕，一出门就怀孕，这个世界太危险了。我真的很讨厌，我觉得公众场合很多人都是那种完全不顾别人，只做自己的。我不知道大家有在地铁上见过那种有些那种男生嘛，就他一坐下就会把那个腿弹开。哇，真的很烦啊，就那种螃蟹男孩，那个左腿永远碰不到他的右腿。我不知道两腿之间空那么大的位置用来干什么呢？可能是用来存放自己虚无的男子气概吧。不理解。
但有时候这种大男人坐姿真的会影响到我的，因为我有一天坐地铁哈，我旁边那个男士也是一坐下就把那个腿弹开了，而且他那个腿越弹越开，越弹越开，他有点太放得开了，哇，我就感觉他那个腿在和那个车一起开，往城市的边缘开，哇，然后他搞得我坐的位置开始越来越狭小，越来越狭小嘛，我就想提醒一下他，我就开始翘二郎腿，我就翘一下踢他一脚，翘一下踢他一脚，哇，我真的每一脚都踢得巧妙又刻意。甚至吧，为了能够多踢他2脚，我还陪他多坐几个站。然后最后我跟他一起是同站下车的，我跟他一起下车的时候，他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你是不是对我有意思呀？”我说啊，还真有意思。哎，弄巧成拙，自找苦吃。他还在那里问我，他说：“那个，要不我们加个微信，没准我俩挺合得来的。”合得来个啥呀？他自己2个腿都合不来。而且我真的感觉他自己2条腿已经构成了一种开放式关系了，太 open 了。不是很想加入，我也不喜欢这种随时随地会劈腿的男的。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异地恋，以后见他的另一条腿还得去隔壁车厢。不喜欢。而且还有一些那种，我觉得他们都不是把那种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客厅随便坐了，是把公众场合当自己家厕所，随地小便。就那种深夜街头啊，什么街道那种路灯，然后行道树都是他们的什么小众打卡点。他每天在那里随时随地标记自己的生活。我有时候觉得吧，如果他有个柱子就可以的话，我们不如以后就把那种男厕里面那种1排小便池，我们就换成一个小柱子，对吧？啊，俗话说得好，8个好汉1个装嘛。够了，就他们够用了。然后我们就把那种省出来的空间全部拿去盖女厕，对吧？这样以后我们上女厕也不用每天在排队了，然后看着空空荡荡的男厕，啊，以后大家都方便了。或者说感觉吧，就其实那种随地小便，从古至今都是会受惩罚的。你们知道那个孙悟空就是因为尿在如来手上，对吧？一开始我感觉他大闹天宫完，如来本来想着要不关他15天算了，后面怎么抬手一看，怎么他上厕所，我洗手呀？哇，好脏呀！反手就是一个镇压，对吧？我觉得这种镇压力度还是不够啊，现在还是老能看到。我以前在那种酒吧门口看到2个男的喝多了，那个酒吧门口有个大柳树，2个男的出来就开始对着那个柳树开始滋了。我路过以后在那里很生气，我说你们2个干什么？其中有一个就喝大了，但是他很有礼貌，他开始跟我道歉，他说不好意思，然后说着不好意思，他就转过来了。我说收起来呀。哎，然后之前讲完这个随地小便的段子啊，有一个观众姐妹特别可爱，她有天在那个微博上给我发私信，她说大强，你讲这个段子我太有共鸣了，我今天也遇到一个男的随地小便，然后啪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有点看懵了，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个姐妹是距离多近去拍的那张照片啊，因为她那个照片刚发给我，我点开就变成灰色消失了。前面勇啊，我就希望这种现象也跟那个网上一样吧，生活中也可以尽快变成灰色消失。哎，谢谢大家，我是朱大强，讲到这里。大家好，我是毛东。不是说脱口秀行业快不行了吗？这一个小强猫虎视眈眈在这儿，兵强马壮。又来上海录节目，朋友们，多少有点不习惯，因为现在上海物价我觉得有点太高了，真的。就是之前他们老跟我说上海有什么沪币汇率1:3，我以为是开玩笑的。我这次一来，我觉得汇率是不是会浮动啊？你们啊，涨太快了，我啥都贵。我发现那个面包怎么那么贵？面包不应该是粮食吗？你们上海是不是立法把这个15块钱以下的面包给取缔了？我前2天进了一个面包房，那个面包房里我转了一圈，最贵的面包128块钱，128一个手撕面包，谁的手撕的？哎，谁的手能有这么值钱、这么金贵？朗，只能是朗给我撕的，朗。
他那个价签上还特别恬不知耻的写说哦配料表很干净，什么都没有，你卖我128，不是在我的认知里啊，就是如果一个面包你要卖我很贵，你要卖我128，你料得给足，你要不然有点什么高端的技术，要不然有点昂贵的食材，128你卖我一个什么燕窝马卡龙，佛跳墙慕斯，这差不多。你说佛跳墙慕斯128，我说好，给我拿半个，这是可以的。哎，我不理解，啥都没有，你卖我128。哎，在我的记忆里啊，在我长大的时候，我的童年，我走进河南郑州一个最高级的面包房，里面最贵的面包，15块钱，而且里头什么都有。你看那个配料表里面，什么豆沙、葡萄干、肉松、比特币、马尔代夫双人游机票啊，还有个朗朗。这是一个好面包应该有的素质，朋友们。面包很贵，还有一个那个什么，我来上海，他老跟我说健康餐啊，说健康餐，什么叫白人饭？我一看不就是沙拉吗？一份85块钱，他们还管这个叫吃草。哎，85块钱这么贵的草谁在吃啊？高级牛马。崩溃了。哎，咖啡也是，我真受不了了。我知道咖啡在上海被吐槽很多了，但我是真事很意外。前几天我跟朋友约在一个徐汇区梧桐区的咖啡厅，我先到了，我说那我点吗？我跟那个店员说，我说那个菜单给我看一下，他说 menu 吧，我说 menu， 就是菜单的意思。我拿着那个菜单一整本，里面各种各样的咖啡。但他只把一款印在了封面上，那款咖啡叫什么手冲龟夏咖啡，标价298元。该问什么咱们也都知道了，谁的手冲呢？啊，郎朗你还兼职啊？你这人生真是旷野呀，谁也管不住你。我最夸张的时候问他，我说能加冰吗？他说加冰还要加30块钱。我说为什么冰啊这么贵啊？你是加的很快吗？冰柜神速。对不起，我还上网查了一下，为什么这个龟夏咖啡这么贵？他们跟我说这个咖啡豆特别好，有什么花香、果香。还有一股难得的茶香，我想要茶香，我花298，我去便利店买74.667瓶绿茶不好吗？网上还说这个龟夏咖啡豆贵，原因是它产量不高，它原产于非洲大陆的什么埃塞俄比亚。我查了一下，埃塞俄比亚人均年收入7500人民币，我花298，我在上海市徐汇区的咖啡厅，我买一杯咖啡，帮我最多提神4个小时，我花298，我在埃塞俄比亚，我可以雇一个青壮年非洲小伙，以每10分钟的频率扇我巴掌，给我提神14天半。这个小伙身体健康，本科学历，会做手撕面包。英文名叫 menu， 我甚至可以只雇他14天，朋友们，最后半天我俩可以一块儿录一个那种非洲友人祝你生日快乐的视频，啊，我还能赚钱。开个玩笑啊，在这个段子的创作过程中是没有任何非洲友人受到伤害的啊。到最后，那我这298的咖啡，我肯定也是不舍得买啊，但我又不好意思不消费，我就只能跟那个店员说，我说那啥，我说30块钱给我拿杯冰吧。就讲这么多吧，谢谢大家，毛谢谢。哎，大家好，我是小罗啊，是拿了一个金牌啊，其实没什么意义，就招人恨。抽到3封挑战信了，就很招人恨。我觉得这个赛制也挺奇怪的。我想起来小时候有一个游戏，不知道你们玩过，叫《水浒传英雄卡》，很久远的一个游戏，就是你吃一包干脆面会获得一张英雄卡，然后一人出一张，然后大家在那翻过来，就是你啊，其实就是赌博嘛啊。
只不过赌的不是钱哈，是大宋的气运。我们那时候巷子里面有很多小流氓啊，他们很变态，他们会喜欢抢你的英雄卡，我觉得非常的变态，因为他们明明可以抢你的钱，对，他们就抢你的英雄卡，对吧？很奇怪，就好像你去洗劫了一个赌场，然后把人家扑克牌拿走。我觉得，因为他们抢我的卡，是因为我的卡里面有一种卡叫金卡，你知道吧？就它的金卡其实也是普通的卡，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商品一有这种差异化之后呢，就特别容易让人上头。然后我觉得商家也特别喜欢去制造这种差异化。有一年父亲节，我去一个奢侈品店，想给我爸买个皮带，我自己试完之后，我说你好，这款不错，但我爸比我胖，你们帮我拿长一点的。他跟我说长一点的贵1000，我说你要不要听听看你在讲什么啊？你是奢侈品啊，你现在跟我谈成本啊？啊，那你牛仔裤破洞的时候能不打9折呢？你在防我什么？你怕我买3条之后嘎出来做一条新的吗？难道真的会有人因为所有长度的皮带都一样价格，就故意去买最长的那一条吗？然后绕了一圈之后，当啷一个尾巴在后面。别人问他说：“你这什么东西？”他说：“哦，我这个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觉得奢侈品你就要好好给人提供奢侈的感觉就可以了嘛，对吧？我给我爸买皮带，我就希望我爸戴上之后，别人会说：“哦，你儿子有钱，对吧？”现在我爸绕了一圈之后，只能到这里。别人看到说：“哦，你儿子有钱，但不多。”我爸也奇怪说：“怎么我儿子勒紧裤腰带，给我买了一个勒得这么紧的裤腰带？”电子产品也是这样，科技产品也是这样，好好的产品设计完了，莫名其妙多一个 Pro 出来，莫名其妙什么东西都有 Pro， 现在连冰箱都有 Pro。冰箱，我看到一个冰箱 Pro， 它的区别是它有一个专门放水果的小抽屉，哇，这也太 Pro 了。没有你这个抽屉，我都不知道水果放哪。然后它还有一个 WiFi 功能，它还有一个 WiFi， 我一个冰箱为什么要连 WiFi 了啊？你是怕苹果在里面信号不好吗？是什么？我有一次去买一个那种智能手表，2款普通跟 Pro 长得一模一样。我说我眼神不好，这款 Pro 是大一点吗？是什么？他说是的，先生，内存更大。我说手表要什么内存呢？啊，能存住时间吗？他说先生你有所不知，这款 Pro 呢，它有一个血氧功能啊，它可以测血氧。朋友们，我当时我都不知道血里有氧。我说 OK 不抬杠，那所以血氧低了会怎么样呢？他说血氧低了会头晕。我说我不用看表，我也知道我头晕啊。我想问，现在科技是已经溢出了吗？哈？为什么这些发明家你们是不是不在乎人类？我觉得科技是应该用在刀刃上的嘛，什么东西都拿来乱升级。你看我们人，我们本来洗衣服，大家都是用肥皂，对吧？用的好好的，然后就有个小机灵鬼跳出来说，要不我们把它磨成粉吧，然后就有了洗衣粉。然后过几年有个更聪明的人跳出来说，要不我们再加点水啊，然后就有了洗衣液。到这一步就很奇怪了，我自己洗衣服也会加水的呀。最近还有一个更变态的发明，是把洗衣液装在一个小袋子里面，叫什么洗衣凝珠啊？说扔到洗衣机边转之后突然爆开，你要干嘛？你要杀衣服一个措手不及吗？你们突然就死了。我有个朋友，他就是卖洗衣凝珠的，他就是卖着，他跟我解释说，这个东西之所以贵呢，是因为包裹的那层膜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技。因为它遇水即化。我说这么牛的科技，你不应该拿去包蟹肉棒吗，朋友？反正我买了一块没有血氧功能的手表，我可以接受功能溢出，但你至少让我可以跟我朋友炫耀吧。我这功能我怎么跟他炫耀？说朋友，你看现在92、100。我觉得手表就看时间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家在手表这个领域有很多很奇怪的价值观。我有朋友跟我说，电子表都是最 low 的，最厉害的表都是上发条的。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电不是很伟大的发明吗？富兰克林当年为了发现电的存在，在一个雷雨交加的天气，把钥匙挂在风筝上面去放风筝，这多危险啊！风筝被吹跑了都没有钥匙回家。我有
有些朋友会戴那种很贵的表，天天在我面前跟我炫耀说，你知道吗？我这个表相当于你老家的一栋楼，我说什么钟楼啊？什么叫相当于一栋楼？他跟我说他的手表相当于3线城市的一套房，我当时就觉得他手表好耀眼，我感觉看他的手表要找一个中介。而且他那块手表还是改装的，我真的不能理解，朋友，你已经有一块30万的表了，你还要去改装它？如果我有一块30万的表，我要改装它，我只会把证书镶在上面。他问我说：“哎，你见过改装的表吗？啊，你见过改装？”我说：“我见到是见过，柯南有一块。”你不觉得这个行为很幼稚吗？我问到后面我都有点生气，我说：“哎，朋友，就是我们走的时间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知道吧？啊，怎么时间就是金钱？我们是汇率不同。”他说：“别生气，别生气，来说说你的手表有什么厉害的功能？”我就后悔没买那个带血氧。谢谢大家，我是小罗，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瓜。我的职业呢是个外卖骑手，我特别喜欢下了班来讲脱口秀，喜欢这种在聚光灯下舞台上这种感觉特别的美妙。然后今天也登上这么大的一个舞台，特别激动啊！前2天某团跟某乐某都找到我，跟我说：“南瓜，你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我们品牌的衣服上呀？”我真的很纠结，因为2家我都上过班啊。然后当时就问导演：“我说导演，我到时候上节目的时候能不能穿蓝色的衣服，再戴个黄色头盔啊？”那个到时候就说我是美了骑手。谢谢。我是陕西人，我之前在西安那边送外卖，后来来上海了。因为我当时听说上海是全国外卖订单最多的城市，到了之后发现骑手也是最多的，骑手比订单还要多。但我感觉我挺适合在上海送外卖，因为这边气候比较湿润潮湿啊，我是干皮啊。我确实在这边皮肤好了很多，年轻了好多啊！我今年26岁了。现在要开始抗初老了。每个城市点的东西不太一样，在西安的时候大家点的都是肉夹馍、泡馍、米皮小吃，对吧？到上海点的最多什么？咖啡啊！上海人太爱喝咖啡了，很多人早上点个咖啡当饭吃，不太理解。后来送一段时间，发现上海人确实生活节奏快，生活压力也大。后来我在上海送外卖前，我也得喝杯咖啡。但确实刚到上海，就有的小区就特别难找，你找不到就要问。我有一次就问到一个阿姨，我说你好，阿姨，那个35栋楼在哪里啊？她说小伙子，你是外地人吧？我们上海人不少栋，我们说弄的哟。然后她就走了。当时把我愣在原地，我都懵了。我现在知道什么是弄了，你也不告诉我怎么弄。上海有黄浦江，把浦东、浦西隔开了。我们经常要接到那种过江的订单，电动车过江的话很麻烦，要坐船啊。电动车在船上，风浪一吹就特别的晃，把送个炸酱面过去都办好了。顾客过去也懵了，怎么办这么好？是不是偷吃我外卖了？吃不起啊，上海外卖太贵了，物价也挺高，我平时都自己做饭，很少去餐厅的。但我知道上海有一家餐厅对我们骑手特别的好，给我们打88折，又好吃，但就是离我家太远了。它有多远？都吃完回家又饿了。但确实在上海挺放松的，不像在西安当时那么紧张，每次出门都要戴好头盔、口罩，保护好自己，预防一下，预防那些老同学点外卖点到我。真的非常尴尬。有一次送到一个高档小区，收货人巧不巧是我初中的一个女生同学，我那时候暗恋过人家。他一眼就看出，哎，你是那个赵栋吗？不是，你认错人了。他说你就是这骑手赵栋在这写着呢。我当时满脑子好尴尬，我说赵栋，我就想找个洞钻一下。我说刚才没看出来，好久不见。他说好久不见。那你现在主要做什么呢？我说我cosplay 啊。我当时百感交集，回去之后过了几天买了一张火车票就来上海了。我在上海待了3年了，无忧无虑，没有人识我，对吧？但时间长了也挺想家的，但我知道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父母脸上也没有光，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对吧？我一直要努力证明自己。我工作很多个工作，然后后来又遇到脱口秀，我很开心，对吧？我讲到观众笑之后，我很有成就感。我当时就给我爸妈打电话，我说妈，你儿子现在可厉害，你儿子在上海做演出表演呢。他就很惊讶说你这样子能演出个啥呀？
我说我们这还挺简单的，一个人一个麦克风就行了啊。我妈都笑了，说你这人没文化没学历还表演，是不是在外面做 rapper 呢？说你这话说的，但是我确实特别喜欢讲脱口秀，下了班来讲过很多场了，我甚至在上海送外卖都被顾客认出来过，这种感觉太好了。我有一次送到一个酒店，我说你好，这个外卖给你放在1楼架子上，麻烦你下来取一下吧。他说哎，你这个口音，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南瓜呀？特别喜欢你。我说啊，对呀，是我呀。他说那你送上来吧。记得挂门上。但真的我在上海很开心，我讲脱口秀之后，我认识了很多脱口秀演员朋友，他们真的特别好，愿意带我去玩、吃饭，带我去见世面，对吧？social，对吧？我甚至有一次被他们带着去夜店蹦迪啊。我去了之后我就后悔了，因为他们在里面玩得真的很开心，我在一边格格不入的样子，我就想赶紧走。但我又突然看到他们这些年轻人在里面活力四射的样子，我突然想到我也是年轻人呀，我也20多岁，我这个年纪我就应该像他们一样呀。我当时想到这儿，我就勇敢地跳了下去。我跳了下去，我就跟着他们在里面，我这蹦迪跟送外卖也没什么区别，这还不在骑电动车吗？是不是？外卖到了，外卖到了，给你挂门上了啊！好，谢谢大家，祝你们开心啊！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富妈啊，我是那个趁着还有体力。我上这个节目啊，我太焦虑了，身体跟不上野心。你知道我几年前录节目到早上7点，我想说姐熬也要熬成 BB King。上次录到凌晨3点，我想说退赛吧，这个破节目是吧？最后我整个人累垮了，然后我瘫在角龙后面，我横着躺平了。然后导演跑上来提醒我说：“姐，这么累就别抢镜头了。”本来更年期还有3、4年啊，录完这个节目，大数据都开始给我推更年期特征了。心烦易怒、情绪化、失眠、怕冷、脾气差，想吓唬我。我想说笑死，我7岁不就这样吗？要这么说，我童年就进入更年期了，30几年持续在更，从未断更啊。可怕的不是更年期，是我儿子啊进入了青春期。青春期呢有很多令人费解的变化啊。这2天又在跟我聊穿衣自由啊，因为他从小我就要求他上半身必须穿衣服啊，当然下半身也得穿啊。然后我受不了男的光膀子，我过敏。在我还有老公的时候，家里经常一群男的看球啊，进球了，球星在里边脱，他们在外面脱，说哇燃，还问我不燃吗？我说燃啊，但我能脱吗？一群男的不经过我同意，在我面前脱衣服，留我独自穿着，我感受到了一种排挤。我说能不能得体一点，孩子还在呢，把衣服都穿上啊。他们正在穿，又进球了。我费劲穿好的衣服又被 C 罗脱光了。我就好奇啊，2只眼睛看球不够看，肚脐眼必须参与。你们是养眼吗？特别是大广场上看球，全是肚脐眼啊。当然不怪他们，我过敏，我肚脐眼不耐受，密集恐惧症。但我儿子嘛，他叛逆期嘛，他就说光膀子是男子汉的标配，哇燃！我要穿衣自由。我说儿子，穿衣自由，首先你得穿衣。我现在都是讲道理了，很 peace 啊，夹着尾巴做妈妈。前几天晚上我发了一个优雅自拍，配了一个比较文艺的文案，我说夜深如海啊。我儿子评论：而你在钓鱼。怎么回？对吧？我不能说妈妈没有在钓鱼，妈妈只是爱大海。没法回，我只能说哈哈哈，什么意思呀？装傻啊。然后我儿子敲门了，说大半夜发照片，海钓啊。你为什么钓不到鱼？因为没有饵。我说谁说没有饵？副手饵。网上有句话说永远年轻，永远说话难听，是吧？还好我儿子从小说话就难听。小时候老师问他嘛，就说为什么叫多乐？他说你不知道吗？一般父母缺什么就让小孩叫什么。我说我要减肥。他说你怎么总误会自己瘦下来是个美女呢？啊，我说我老了就不会容貌焦虑。他说对，因为你年轻时焦虑。然后前段时间我不是找了个老师学唱歌吗？学费很贵。我说值得呀。老师说妈妈唱歌比百灵鸟还好听。他说会不会是你的钱比鸟的钱好挣呢？一转眼孩子就大了啊，很多人问我有没有这个年龄焦虑，我一边说怎么可能呢，一边默默打开了中年少女卵巢保养秘籍。
现在谈到这个女性年龄焦虑啊，都是说容貌流逝啦、身材管理啊，其实那算什么呀，对吧？即便1万个人说我不好看，我可以说你懂什么？老娘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但是如果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你卵巢功能不行了，我说你懂什么？我是世界上卵巢最棒的女人。他会说看来不止卵巢不行了啊，建议看看别的科。所以健康是最重要的。那我对青春期的态度呢是来都来了，我对更年期的态度是欢迎光临。人生有很多期，当我们和每一期不期而遇，希望都能保持好状态、好心态，未来可期。当然最重要的是后期，然后希望辛苦老师把我修得好看一点。谢谢大家，我是赵二。大家好，我叫石岩，我讲这个脱口秀好几年了，其实一直也没有什么成绩，就是也没有啥作品，自己挺多时候都不太想讲了，就很想放弃。之所以现在还在讲，就是因为还有观众喜欢，真的会有观众给我留言，他说：“史岩，我喜欢你，你离婚吧，我娶你。”哎，这句话给了我挺大的安慰。我经常在我睡不着的时候，就上网上去搜自己的视频，完了我翻开这些评论，我点进他们的头像，我想看看都是什么条件的。点进去之后都是什么用户49698972，用户212011041168啥的。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这些人都是从哪儿来的呢？好像都是从那个圆周率里头出来的。我说我要是真离婚了，我上哪儿找你去？我还得跟祖冲之要人儿。这也就7位。这个能听懂啊？想跟你们分享一点我近期比较强烈的感受，就是我想处对象。这个是我结婚10来年之后，在近期比较强烈的一个感受。怎么跟你们解释这种感觉呢？就是当一个人他在结婚很多年之后，他就会觉得自己好像已经单了挺长时间了。我有的时候就合计，我说挺多年也没处过对象了，是不是也该找一个？怎么跟你们形容我现在这个婚姻的状态呢？就是我守着厨房，他守着厕所，我们谁都不想去卧室。真的就是这个卧室的闲置率有点太高了，我都想给他租出去了。我中间那个广告我都想好了，我说出租卧室，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中年夫妻的生活状态。我就不明白了，厕所哪儿好啊？厕所到底有谁在呀？那么喜欢厕所吗？那么喜欢厕所，咱给床给你抠个坐便好不好？这种感受特别强烈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我在干家务的时候，就是如果说我在干家务，但是他在玩手机。那我就会觉得，我干的不是家务，我干的是家政。那我干家政的话，我也可以去别人家干。万一人家没玩手机，那我干的不就是家务了吗？我倒不是说他让他干多少活，我就是觉得，他能不能就是别那么舒服啊！他有点太舒服了，真的。我说你实在想舒服，你能不能滚回卧室舒服去？你怕啥的呢？我又不在卧室，你就去跟租客唠唠嗑呗，真的。那我有的时候我就想，我说，真的就是科学家能不能发明一种那种东西，就是我拖地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洗衣服的时候家里没有网，我做饭的时候家里也没有网，但是也不是很现实，要没有网的话，我也不知道咋做饭。真的就是，哎呀而且我有的时候吧，就感觉，你做了一桌子饭，他事儿还特别多。前几天跟我说，他说不想吃锅包肉了，怕胖。
我说那你想吃啥呀？他说想吃那种无油、无盐、无调料的鸡肉。我说你点这个菜是不是叫生啃溜达鸡儿啊？对，你就直接出去抓一只回来，你是不是直接上去咬呗？显你多牲口啊！我做点米饭，他说要断碳水了，说网上说了，现在都流行断碳。我说你就应该断网，你不吃米饭，这哪是断碳水呀？这断的不是东北的经济命脉吗？但是我就是瞎说，其实我们东北的经济没有那么脆弱啊，没有那么脆弱。哎呀，这我有的时候就想，我说他现在已经拥有了霸道总裁所有的缺点，就差一个完美的家世。有那么一瞬间，我都有了一种嫁入豪门的感觉。我说这个男人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不知道的呢？他的亲生父亲不会是扎克伯格吧？但是你爸是谁，你也得吃大米呀。因为你上个破网，然后就影响我们振兴东北的大好局面呢，弄死你！所以我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能再给我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的话，我选一个啥样的？真的，我就想选一个，就是孙悟空那种。真的，我倒不是说看上他本事有多大。我现在就单纯的看上他饮食结构单一，你们能想象吗？就是跟你携手走过一生的这个人，他这辈子他就吃桃。哎，你给他一根香蕉，他都老开心了。而且他的生育能力也特别强啊！你想给他生猴子，他都不用，直接自己从身上薅一把，一吹，就是100多个。你说这100多个孩子，你咋养？我跟你们说好养，孩子也吃桃。其实说了这么多，我觉得生活里边的这些琐碎的事儿，它就跟圆周率一样，它是无穷无尽的。但是如果我们能把我们那个结婚纪念日穿插在那段数字里的话，其实祖冲之他也发现不了。就像我开头已经穿插完了，但是你们也没有发现。这个里头是我在展示一些线下脱口秀和线上节目的区别。就是现场的朋友，你们可能还在想，哎呀，他那纪念日是多少来的？但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已经准备往前拉进度条了。讲到这儿吧，谢谢大家，我是雪。大家好，我是付航。导演组太坏了，我在后面听啊，付航生育能力强，怎么安排的？所有人都说我是猴，其实挺酷的，但是现在我越来越痛苦，因为很多观众真的把我当猴。我坐动车过来，有一个观众认识我，看着我，哎呀！好，我就这么跟他玩了5分钟，我觉得这事儿就结束了。我坐那儿，过了一会儿，我不知道他从哪儿过来，拿一根香蕉。他就这样剥完了吃。我说不吃，他说你飘了。凭什么长得像猴就得爱吃香蕉啊？我不爱吃香蕉，每一次演出观众都给我送好多香蕉，我每次都拿回家里给我亲戚吃。他们现在都说我的演出费是拿香蕉结算的。也正因此，我是家里最出风头的孩子，直到我的风头被我的 rapper 表弟全部抢走。rapper 大家喜欢，我看见我姥姥，我说姥姥好，我表弟说要 respect OG。
我说你管我姥姥叫 OG， 他说 Damn bro， 我说啊，他说 Damn bro Damn， 我说等会儿，我说你这样是在干嘛呀？我不理解。但是我姥姥特别喜欢他，我姥姥就是给红包给红包给红包，他拿一个红包就给我表弟，我表弟哎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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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哥 you feel me？ 我说我 feel 你个屁呀！对呀，那帮 rapper 就是 you feel me， 你都不知道他 feel 不 feel， 他先 feel 你。我当时我就觉得太痛苦了，因为他把我的风头全都抢走了。但是他说 you can talk like me， 我说 no，if I talk like 你 ，my mom 就会 give me a big 嘴巴。但是我还是暗自发誓，我要当 rapper。下一口进我嘴里的不会是香蕉，是什么？是说唱界新鲜的蛋糕。我没跟任何人说，我就买了一张票，看了一场演出，我挤到最前面，为了合群。上来第一个歌手一过来，哟，欢迎大家来了我 party， 哎，棒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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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在那儿啊，棒棒棒棒棒棒。我说买票了，别打了。他说 peace， 然后他就开始炫富。他说不愿意跟你玩这些低级的游戏，因为出门就开我的私人飞机。私人飞机他这么开，翻崩了都翻了，我翻过。我特别不理解他炫富的歌词，为什么？因为跟我有什么关系？他上来说我的钱花不完，底下观众花不完，花不完，只有我一个人在这给我点，给我点。凭什么？他开豪车，我看演出，我也是大专呀，我也是大专呀。他在台上他说我开法拉利，我说我也要。他说我穿进口上衣，我说我也要。他说我吃进口水果，我说不要。我再说一遍，我最恨香蕉，不要再给我香蕉。当时，第二个 rapper 上来比他第一个还有意思，他走的是那种文艺范儿 ，real， 就是真实、狠，带点文艺。上台第一句话就是要，我死了。不是刚才被枪打的不是我吗？他后面3秒说了一句话，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说 ：“dance dance dance， 要 check it dance dance hip hop， 又给了我生命。”我说又活了，这个 respect。但是问题是什么？他后面有点太 real 了，先开始骂同行，你知道骂同行，我很乐意听，他不带任何纸带啊。他后来骂了，开始骂观众，我就站在那儿，他说我不愿意为了钱给那些傻子表演。我说这里有我吗？我说那些傻瓜都不知道我在说他，我说有我。我太生气了，我说你也太狠了，你怎么这么狠啊？我就上网查了一下他线下演出，动我的兄弟都是世仇，我永远不会向综艺低头。一上综艺节目，谢谢评委老师给我的机会，我想跟吴镇宇老师学普通话。哎呀，当时我就发现，风格太难找了，我还是先学动作吧。动作非常简单，大家可以上网看有详细的教学。第一个，大家学啊，第一个上来就是先搓手，而且嘴得是就，那个就这样，别人不看你就搓，别人一看你，快搓，第二个动作是发钱，
第3个动作是挡脸。我发现我真的当不了 rapper， 因为我做第1个动作，我一搓，我发现我不干净。我搓出好多皮脂腺分泌物，而且呢，我一这么搓，我就想这么搓。最恐怖的就是每次搓都有，但是我一下就明白后面2个动作为什么连在一起了。观众说：“谁的泥啊？”我说：“不是我啊。”朋友们，这不是我的泥，这是我的皮脂腺分泌。谢谢大家，谢谢。Hello， 大家好，我叫刘洋哈，然后大家也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录2个综艺，然后北京一个，上海一个，所以基本上就是来回飞。你知道飞多了之后，你会就是产生很多的见识，我长了很多的见识。比如说我第一次在飞机上遇到经济舱的金卡会员，各位有遇到过这种金卡会员吗？我第一次遇到的时候很惊讶，我说金卡，这得多尊贵啊！这不得一会儿空姐跑过来说：“李先生你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一会儿咱们还是老规矩，飞机起飞之后您来开，其他乘客把安全带系好。我们李先生喜欢转圈飞啊。”想的是这种。你知道金卡会员享受什么特殊待遇吗？什么都没有。他唯一享受的待遇就是空姐会过来告诉他所有人都知道的消息，然后跑过来，就这消息跑过来之后，目光如炬盯着李先生，炯炯有神，生怕瞟我一眼，然后让我把尊贵感给偷了。盯着李先生，李先生您好，你是我们航空公司尊贵的金卡会员，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9点降落在首都机场，地面温度23度。如果你没有别的问题，我就先走了。他就走了。我说这有啥尊贵的呀？李先生也很局促，这就是金卡嘛，对吧？很不尊贵呀。我心想这得帮帮李先生啊。我就在那儿坐着，突然说：“几点到啊？这不知道时间坐过了怎么办呀？地面温度多少度啊？手里的外套穿不穿呀？穿不穿呀？”李先生明显腰都直了，说：“可以穿。”然后关键是就这么点信息，他还生怕我听到。空姐跑过来就跟那个特务接头似的，跑过来之后：“李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往这边一点，您是我们尊贵的金。李先生，您是我们。李先生，我给您写下来。要命了！其实我吐槽这个金卡也吐槽了一小段时间了。然后前2天遭到了报应，各位，我坐飞机太多了，我升级为国航尊贵的金卡会员了。我在飞机上待着，离老远空姐就要过来，我说别过来，别过来。空姐说刘先生，我说 no。空姐告诉我任何消息我都及时给大家分享。听完了说19点到啊，各位，首都机场。我恨不得给空姐捧哏来缓解这种尴尬。空姐说一句我捧一句，也没那么尴尬。空姐说：“刘先生您好，您是我们尊贵的金卡会员。”我呀，我们的飞机19点降落首都机场，没听说过。如果您没有别的问题，怎么着呢？我就先走了。去你的吧！这还是我办过的比较尊贵的卡了。我办过最不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景区，说是景区，实际上就是一座山；说是一座山，实际上就是一个小土坡。那山有多高？那山就300米高，各位，300米，你知道什么概念吗？300米，苏炳添登顶只需要27秒。就这么个小破山，然后收100多块钱，然后服务员问你要不要加80块钱升级为我们的畅玩 VIP 套餐体验卡。我说那我当然要畅玩卡，然后我就升级了，花了80块钱。你知道畅玩卡唯一能畅玩的，就是他们在山顶上有一个玻璃栈道。你见过玻璃栈道吧？2个小土坡之间弄一个玻璃板子，你走在上面说 pass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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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那么个破玩意儿，你说玩不玩？当然玩，80块钱白花了。我就玩，但是问题是各位，我有严重的恐高症，我站在上面一步都舍不得走。
别人说是80块钱，这么心疼吗？一步不迈。但是问题，我老婆了解我，她说你这样，你把眼镜摘了，你看不见不就不怕了吗？我就把眼镜摘了。各位，我还有严重的散光，我一摘眼镜，玻璃栈道变仨了，3倍恐惧。我实在没办法，我就把着那个杆，我真的眼睛都不敢睁，浑身颤抖，一点点往前蹭着走。旁边人都惊了，我这盲人也怕玻璃栈道吗？不合理啊！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我的畅玩套餐里还包含一个服务，免费拍照。因为景区就是认为我在这种情况下，脸上红温、浑身发抖、已经出汗出的不行的情况下，会产生一个念头：要是有人给我拍照就好了。我在那闭着眼，我就听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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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完了完了。我一下玻璃栈道有一个屋子，一抢我的照片，全是我驯服五官的全过程。我说这玩意儿太可怕，我就要走。走的时候，景区服务人员跟我说：“刘先生，这些精彩瞬间真说得出口啊！这些精彩瞬间，您只需要花25元就可以买回去。”我说：“你做梦！你给我25，我也不买。”他说：“不买就一直挂着。”我说：“买，大哥，商量。”但是我也办过比较划算的卡，我办过最划算的一张卡，是我去一个主题乐园办了一张优速通，不打广告了，所以不告诉各位是哪个主题乐园。我去看米老鼠的时候，在里面，你知道优速通卡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不用排队。你去了主题乐园，你排过队都知道，那队伍都不是直线，那队伍就 S 型，那都不是 S 型，那就是人类小肠图解。门外5个小肠，好不容易绕进去一看，还有5个小肠，一直在那儿绕。这种队伍里最尴尬的就是你迎面过来一个熟人，你们这一次碰面，接下来你们就会无数次的碰面，你们就一直绕，这哥们儿就一直在你前面，你转3圈就没话了。在那走着走，哎，老张，你也来这个主题乐园？我也来了，真巧，多少年没联系了，真是哎，常联系，回头见啊！一回头就见了。啊，老张，我坐飞机来的，是，飞机很累，吃饭啊，记得吃饭。然后一回头，咱们现在把饭吃了呢啊！我告诉各位一个方法，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在这种队伍里，如果你想要维护你们的友谊，你只需要还说一模一样的话，但你换个形式说就好了，保证你们的友谊长存。就是你用评书的方式说一模一样的话，友谊还在。你想想那感觉啊！一看到老张，哎，老张，你也来这主题乐园啊？我也是，哎。来的时候，那个飞机上啊，黑暗中忽然听得一阵脚步声，欲知来者何人，咱们下圈分解。一转过来是空姐，空姐轻声说道：“刘先生，我们的飞机将会在10点降落在首都机场。”谢谢各位，我是梁教授，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小罗啊，然后我也看了播出了，非常的羞耻，感觉在电视上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一点都不像喜剧之王。我感觉我跟他们站在一起，感觉就是那个画面是喜剧之王和他们的朋友。其实我是这个组里面分数最低的一个，有一种名校里面吊车尾的感觉。我高中就是在一个名校里面吊车尾。高3的时候想要最快的提升成绩的方式就是把作文写好，因为那个分数真的很多。但是我的文风怎么说呢？就是梗很多。然后我们老师说你不要用那么多奇怪的修辞嘛，让我写一点内容深度严肃的东西。他推荐我去看一个叫许知远的人的书。看了，真的买了《中国纪事》、纳斯达克的一代，买了一堆。我背了很多许知远的金句。我上考场之前，我脑子里都是许知远的金句。我本人高考作文第一句话：这个时代病了。0分，因为大梗不能放在开头。我就是挺喜欢修辞，我就喜欢细枝末节的东西。我觉得有的时候人因为太注重内容而忽略细枝末节的重要性。我是一个福建人，我到现在都没有理解为什么福建人对于一个食物最高的尊重居然是不放盐。我妈经常跟我讲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汤很好，我故意没放盐。我说你不应该是不小心没放盐吗？你的越贵的食材他们就越不放盐，比如说老鸡汤他们是不放盐的，但是普通的小鸡的汤他们就放盐，怎么鸡是越活越咸吗？
还是老鸡会跟小鸡说，老子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老鸡也很无奈，说一片真心换来了一个无言的结局。我是属于那种山猪吃不了细糠的那种人，吃不来什么食物的原味，就喜欢调味料的味道啊。就这么说吧，13香小龙虾跟13香澳洲龙虾对我来说是一样的，就什么钱不钱的，喜欢的就是王守义这个人。我当时经常求我爸妈，我说我们放点盐吧，不放盐不好喝。他们就会说，哎，暴殄天物，放盐就暴殄天物。他跟我说这个汤很好，不放盐就很好喝。我说那放了盐不是应该更好喝吗？哎，这个道理是不是像如果有一个帅哥，他长得很帅，他剃平头穿白 T， 他就可以很帅。但是问题是，帅哥留了发型，再穿了西装，他只会更帅啊！你不会说一个帅哥穿西装是暴殄天物吧？你只会说哇天物我一个暴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跟你说这个汤不能放盐，因为这个汤很补。哇，这句话我真的从小听到大，7、8岁就开始叫我补，我都不知道7、8岁我要补什么。每次学习成绩不好就一碗猪脑放在那边。学习成绩不好应该补什么？应该补课啊，应该补什么？我不是不尊重这种食补的概念，但咱们就说吃啥补啥，这个逻辑是不是有点太简陋了啊？我们闽南地区有一个风俗，就说吃那个猪脚面线是驱邪的。就是说家里如果有人坐牢的话，出狱之后要吃一碗猪脚面线，这个是在补什么？是说当时跑得不够快，所以我邻居家小孩就特别喜欢，就特别听大人说话，很爱喝汤，喝汤长大，真的特别补，没到30岁就痛风了。他现在追求是一个东西应该毫无营养，他身体负担太重了。我半夜问他，他问我要不要吃夜宵，我说吃啊，吃什么？他说吃垃圾。他连食品2个字都不加，吃垃圾。我们2个对话像2只流浪狗在对话，走，吃垃圾，走，吃垃圾。我觉得这个也有点极端了吧？啊，追求毫无营养。我觉得商家也非常配合。你们有没有看过那种饮料或者零食的配料表？里面会写蛋白质0、糖0、卡路里0。你没有，你写它干嘛呢？配料表就是食品的简历嘛，对吧？你会在你简历里面写4级没过，小提琴不会。什么都不加，还居然很骄傲，你知道？我最不理解是无糖可乐，无糖可乐是什么东西啊？啊，可乐叫肥宅快乐水，没有糖你还快乐什么啊？没有糖你就不是真正的快乐，你甚至都不是真正的可乐。肥宅再也不能快乐了，肥宅只能安康，快乐啪没了。因为我觉得饮料、零食、汤这些都不是必需品，你是因为来享受快乐的。你享受快乐的时候，就不要老想着提升自己了。有没有那种朋友，就是你跟他一起看一个英文电影，看着看他突然说，要不咱把字幕关了吧？啊，我们来练英文。哦，我真的2分钟就睡着了。他问我说：“你记得电影讲什么吗？”我说：“我记得，电影开头有一只狮子在那边啊。”我为什么要在休闲的时候练英语听力啊？对吧？好好的一句台词。阿甘说：“妈妈说人生就像一块巧克力。”我满脑子都是 A， 阿甘的妈妈喜欢巧克力 ；B， 阿甘是一块巧克力 ；C， 巧克力的价格是9磅15便士。就像你听脱口秀，很多人都很希望脱口秀有教育意义，如果内容跟梗是一样重要的。你说皮之不纯，毛将焉附？但毛之不纯会冷啊。你不可能听了10分钟脱口秀完全不好笑，但是说但这段表演很有营养。我觉得脱口秀就应该好笑嘛。有人说你肯定是羡慕那些比你有内容的演员，线下专场卖票卖得比你好，说我肯定是吃醋了。我说哎是，但我喜欢吃醋，因为醋也是调味品。我就是为了这个醋包这个饺子。谢谢大家，我小文。就大家好，我是朱大强。就是大家可能观众也普遍会觉得嘛，我们脱口秀女演员多多少少都对男生有那么一点点小意见。其实也不是，我还挺喜欢男的，就是真的就是所有男的里面，我有一个最喜欢的亚种，就是老头。我太爱了，真的，我老头真的有点太好了。他们看什么？大家回头，别看老头。就你们有见过公园里面那种撞树老头吗？我爷爷就是，他那个精神状态太好了，高能量老头。
我就感觉他通向那个树的时候，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执念：今天这棵树和老子只能活一个。我老匹夫今天就要蚍蜉撼大树，太厉害了！我就感觉吧，在他眼里面，管他什么杨树、柳树、奇树、偶树，都是社会对他的约束。壮树才是真正体现人的主体性和反叛精神的一种行为。老当益壮。哎，真的老壮汉，佩服他。我觉得有点太无拘无束了，主要是老头无拘，公园无数。我觉得吧，应该利用一下我爷爷的高能量，就是让他发配海南或者东南亚，发挥一下余热，让他去撞椰子树，对吧？你还能撞出一些肉眼可见的成果。撞完以后呢，我们搞一个新的椰子树品牌，叫做椰树牌椰汁。广告语我也想好了：爷撞树，爷爷的爷爷，爷爷头上的包，从小撞到大。对，广告就很健康。哎，我觉得撞树真的有可能是越撞越健康，越撞越长寿的。你们想一下那个寿星公，对吧？头上有个包，手里有个桃，桃怎么来的？他撞出来的，对吧？那就只管去撞就好了，寿命和桃都包有的，包有的。我就真的有点活得太自由了。热天嘛，就会把自己那个老头背心卷起来，挂在自己的胸口，卷得很复杂，卷的是一种介乎于 bra 和项链之间的复杂款式。就是跟现在那种流行的老前锋背道而驰，老梅前锋。我真的不是很能理解这种穿搭，你要穿不穿的干什么呢？真的不理解。我说爷，你每次那个老头背心，你在这里挂一小块干什么？我爷说不能脱，我脱下来放在哪里被别人偷走了怎么办？谁会偷啊？我爷那个老汗衫真的，他已经穿出一种那种下垂感。如果真的有小偷稀罕这种东西啊，偷回去还偷回去那个贼窝，还得偷偷藏起来，不然会被别的贼质问。我们不是什么违法分子吗？你这当什么变态小子？就算真的被偷，那又会怎么样呢？我偷过，我爷爷都没发现。哎，我上一次就是听说有人衣服被偷，就造成严重恶劣后果的，还是织女。你们想对吧？织女在凡间丢了一件衣服，突然就在凡间获得了一个家庭，回不去了。哎，我爷爷啊，居然他有着天蓬元帅的身材，但是居然有仙女同款的担忧啊！我不理解。但我觉得我爷爷好像还算好的，还有那种最后那一小块背心都不穿的，就那种穿衣有肉、脱衣有肉的。好羡慕这个身材，也没有什么身材焦虑，他们裸的层峦叠嶂的，很有松弛感，也很敢松弛。我有时候就想让他们意识到，就那种半裸大爷意识，公众场合也是有人在看着他们的嘛。我就搞一些那种街拍裸大爷的活动，每次见一个拍一个，见一个拍一个。我有一次遇到一个大爷，我朝着他举镜头的时候吧，想唤醒一点那种公众羞耻感，结果我发现他不仅没有羞耻感，他还有一点镜头感。因为我拍他的时候，他朝着我努了努嘴，他在那里。好想的肚皮，好自豪的精神状态呀！我感觉我不如弄一个什么时尚杂志，收录一下这种大肚老男人的自信魅力时刻。杂志的名字我也想好了，叫做《男人不装》，然后再发行一些海外版，叫做《白花花公子》。有点太自由了，就感觉那是什么老头的2个自由点。那个自由点怎么不用那个黑色塑料袋给它包一下子呢？对吧？所以应该包起来的自由点。而且就有时候跟他讲说是多穿一点这种话讲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有一种那种超绝钝感力，他完全不内耗。我每次跟他讲什么他听不到，因为他耳朵背，但是嗓门大，耳朵越背嗓门越大，这2者就那种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我参观过我爷爷跟别人吵架，就他骂别人的时候嗓门超大，别人一骂他，他在那里啊。哎，我就感觉这种钝感力真的太好了，有时候真的会给我一些启发。我2次出门在那着急化妆呢，结果看见我爷爷，我那个摊着个大肚皮在那个小区广场上面晒太阳，我远远一看，我说：“哎呦，海豹，好松弛呀！”我有时候感觉我爷的肚皮真的比我的脸皮厚多了。我有时候觉得他这样子出门都行的话，我什么样不行呢？我就感觉我的素颜焦虑和身材焦虑，有时候直接被我爷爷那个不受规训、不涂防晒的大肚皮治愈了。我爷每天在小区广场晒一块简简单单的那种大肚皮，就把小区广场过得跟那种沙滩一样。我们小区也没有海，有海，海在我爷爷自己头上，一小块地中海。就跟我爷爷那小块背心交相呼应的。哇，我爷爷每天真的在那里光膀子穿围脖，打一个动物 ，QQ 企鹅。特别我爷爷还有卡痰，每天在那，我就知道啊 ，QQ 爷爷上线喽，很可爱。
哎，我爷爷真的有时候感觉又像一个海豹，又像一个企鹅的感觉，他就是一种南极动物。所以我现在正式确诊为我爷爷是一个南极仙翁，对吧？每天还撞树撞脑袋包，还担心自己衣服被偷，真的，我的神仙爷爷啊，老仙男。活得有点太潇洒了，但我有时候还是希望老仙男能多少还是穿上一点吧，也希望我能拥有一些我爷爷这种老头的松弛感。我现在就致力于做一个那种精神上的老头，我自由不受规训，也充满主体性。我主动去撞生活中的每一棵树，我越撞越死撞。如果有质疑声，我也在那里啊。谢谢大家，我是戴强。